活了18年才发现自己是个男配，身边所有女人都会被男主无情夺走，高冷傲娇的青梅校花，霸道病娇的冰山总裁，甚至是说好陪我一辈子的温婉姐姐，只要男主轻描淡写的一句天凉了，这群疯批女主就会毫不犹豫将我粉身碎骨。于是当女主再次为了男主找我麻烦时，我决定开板了。吃完饭，我和夏柔两姐妹就开始短视频的拍摄，宋婉柔饶有兴致的旁观。我弟弟真厉害，人长得帅，琴弹的也好。我收拾了一下自己，随即坐到钢琴上开始演奏。这会儿弹奏的是曲风相对舒缓的安眠曲，曼妙的钢琴声平平淡淡，却富有韵律和节奏，似乎能够抚平内心的浮躁，让生活不如意的那点褶皱全都消融在动听的琴声里面。宋婉柔听得有些吃了，我的天资绝对是她见过最高的，钢琴技艺比起自己的老师也是不遑多让。终有一日，我的小莫一定能够成为一方大家。他忽然想把我介绍给他的老师认识，我的小莫就应该站上最高舞台，得到属于他的荣誉。一曲终了，我对着摄影机微微鞠躬，展颜一笑。夏雨微微一愣，突然意识到这套反差动作可以成为我的标志，让屏幕面前的观众对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甚至在看见钢琴的时候，就能联想起我优雅的鞠躬和温和的笑容。我微微一笑，看样子我表现的还算是不错。夏柔嘿嘿笑道：“完美。宋大老板，你看我们以后是多久更新一次视频？”我沉吟了一会儿，3天一次吧，等账号做起来之后，就改成1周一次。夏柔点点头，心里却在嘀咕，其实也可以走颜值路线，多晒晒那张帅脸的。宋婉柔看着我笑眯眯，小莫，怎么最近对快抖短视频来了兴趣？是想要进军短视频行业吗？他以为我是想要进军短视频，帮助宋家的实体产业完成转型升级。我摇摇头，我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出名。说到这里，我没有深说，总不能说我是担心与晨曦之间的冲突提前爆发，所以想要迅速的收割名气，让晨曦的后宫团不能轻易安害自己吧。殊不知我的心声都被宋婉柔听了个清楚，她那双温柔眼睛罕见的出现愠怒。原来小莫只是想要保护自己，谁要害他，所有想要伤害小莫的都得先迈过他这一关。宋婉柔表面不动声色夸赞道：“小莫，你知道你的钢琴弹得很好吗？”我看了看系统面板上的熟练度，微微点头，我的水平还算是过得去吧。宋婉柔看着我认真道：“我的意思是你的水平很高，甚至我的老师魔都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夏淑琴女士和你也只在伯仲之间。你的钢琴未来注定不可限量，你终将成为大师一样的存在。但是再棒的天才也要有名人的认可才行。与其经营那个快抖短视频的账号，不如先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我的老师夏淑琴女士是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弟子，我想明带你去拜访她。”我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姐姐，知道宋婉柔在音乐领域很优秀，但是没想到竟然还是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徒孙。当下毫不犹豫点头答应。像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弟子夏淑琴女士这层关系，可不是有钱就能蹭得上的。我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宋婉柔，她神色微微羞赧。小莫，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我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没想到重生之后对我帮助最大的，竟然是此前自己一直抱有偏见的姐姐。难道这辈子宋婉柔真的不一样？宋婉柔在心里面呐喊：什么这辈子不一样了？姐姐本来就是最疼你的呀，小傻瓜。我认真道：夏淑琴老师我知道，像她这样的人可不是上过她的课就能成为她弟子的。姐姐你钢琴水平很高，我可以听听你弹的钢琴吗？宋婉柔矜持道：我确实会一点钢琴，但是不如小莫你弹得好。姐姐你弹给我听听吗？我下意识的用了小时候撒娇的语气，让宋婉柔心里一酥，只觉得不管我有什么要求，全都答应好了。好，姐姐什么都答应你。宋婉柔拉着我走上2楼，夏柔和夏雨接受了太多的信息，面面相觑，只觉得我的天赋竟然这样高。还有宋婉柔竟然是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徒孙。姐姐，不是说豪门子弟都是草包吗？怎么宋莫和他姐姐就这么优秀？少看点龙王小说。夏雨翻翻白眼道：别人豪门从小教育好，配置好，见识好，说句不好听的，甚至基因好，凭什么觉得人家比你差？夏柔有些失落。夏雨叹气着揉揉妹妹的脸蛋：别自卑，我妹妹也不差好吧，胸大腿长，善良懂事，啥条件都不虚的。夏雨将摄影机打开，开始记录我和宋婉柔的合作。我和宋婉柔在颜值上都是属于顶尖的那一批人，两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宋婉柔身上邻家大姐姐的气质与我身上高冷的气质竟然意外的搭配。夏柔捂住嘴巴，她们姐弟俩真的好搭呀，有种温柔姐姐和狼狗弟弟的既视感。要不是知道她们两个是姐弟，我都想要磕 CP 了。我此时惊讶的发现宋婉柔比想象的还要强，难怪她会说带我去夏淑琴家吃饭，像这样的天赋不被重视才怪。双人虽然只是第一次配合，并且之前没有任何演戏和磨合，但是每一个空隙的停顿，每一个音符的衔接都天衣无缝，我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欣喜。奇怪，怎么感觉宋婉柔好像很懂我？宋婉柔嘴角一扬，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这也是她弹过最棒的一次钢琴。夏雨跑上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刚才把你和婉柔姐一起弹钢琴的视频录了下来，要不要也发到网上去？你们两个郎才女貌，网友不知道你们是姐弟肯定会炒 CP， 话题热度很快就能冲上去。我有些迟疑，这样不好吧？宋婉柔未必喜欢暴露在网友视野之中，而且她也不会喜欢炒 CP 吧？谁知道宋婉柔立马接话道：我觉得挺好的呀，炒 CP 什么的只是一种运营手段，何况我们并没有炒 CP， 只是有些网友会往那种方向去想而已。眼见宋婉柔没有意见，我也点头同意，那就交给你们姐妹俩了。时间不早，我开车送夏雨和夏柔回学校，然后回家继续升级钢琴熟练度。却不知此时互联网上，我的弹琴的视频已经在疯炒了，男神、白月光、钢琴、魔都大学更是成为了热搜词，还是有些低估了这个看脸的世界。狂热的网络追星分子对于颜值和才华的追捧。第二天，我跟着宋婉柔去到夏淑琴老师家做客，夏淑琴很是仔细地端详了我一阵，小伙子长得倒是一表人才的。2楼有钢琴，你上去弹一首，我先听听怎么样？我微微颔首，夏老师好，学生献丑啊。听见我自称学生，夏淑琴微微挑了挑眉，也没多说什么，依旧在那里看着手上的琴谱。我来到2楼钢琴室，稍微熟悉一下音色就开始弹奏。考虑到要在夏淑琴面前证明自己的实力，因此我选择了一首比较难的曲谱《死之舞》。这个乐曲很考验演奏者的精准技巧。
巧和绝对音感。当悦耳的钢琴声响起的时候，夏淑琴拿着琴谱的手微微一抖，开始细细倾听。她很快做出判断，不管是娴熟度还是乐感都无可挑剔，最为关键的是琴声富有情感。夏淑琴唰的一下站起身来，观察着我弹琴时候的每一个细节。是了，就连姿态都是这样的优雅无可挑剔。这后生的钢琴水平甚至不亚于自己。夏淑琴没有说话，安静地倾听着我琴声之中流露的情感，感受着曼妙音符和演奏者本人的内在联系。一曲完毕，夏淑琴忍不住拍手赞叹：“后生可畏啊，你的水平比起我都不遑多让了。”夏淑琴声音之中蓝眼振奋，充满了发掘好苗的喜悦。你是婉柔的弟弟是吧？来，我们一起说会话。我起身谦逊道：“我这次托姐姐带我拜访夏老师你，其实也是想要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夏淑琴难得遇见一个这样的天才后辈，问了很多问题，我将自己的想法一一说出。宋婉柔则是含笑在一边听着。夏淑琴感慨道：“能听得出来你对钢琴有着独到的见解，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婉柔说要给我推荐一个天才时，我想着水平可能比婉柔要差上一些，但没想到你竟然更加优秀。婉柔的意思是想要你拜我为师，但是在听完你弹琴之后，我自知没有这个水平能够教导你。我的倾向是我会向我的老师引荐你。”我有些惊讶，您的意思是推荐我拜入李斯特大师的门下？夏淑琴微笑着点头。我震惊了，要是拜入李斯特的门下，那自己岂不是夏淑琴的师弟宋婉柔的师叔？夏淑琴认真道：“你是不知道你自己的含金量，在这个年纪就有这样的成就，说明你是绝对的天才。我水平和你差不多，怎么当你的老师？事情聊好。”夏淑琴邀请我和宋婉柔留下来吃饭。宋婉柔眼睛弯起来，给夏淑琴夹了一大块排骨。老师怎么样？我弟弟确实是天才吧？我有些无奈。宋婉柔好像很喜欢和别人炫耀我。姐姐，希望你能一直好下去吧。在魔都大学白月光霸榜热搜第一的时候，夏雨和夏柔商量决定趁热打铁，于是将我和宋婉柔在家的双人合作也发布在网上。原本就爆火的热度再次炸，网友先是惊叹我的家境如此优渥，家里面住的是别墅豪宅，就连那架钢琴都要好几百万。评论区男神老公的评论刷满屏幕，而等到我携手宋婉柔露脸时，快手上的评论直接爆炸。可恶，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你们都喜欢宋墨是吗？我怎么觉得和宋墨一起弹奏的女生真的好温柔啊？邻家大姐姐的氛围感拉满了。老婆，我感觉他们两个真的好搭呀。爱了爱了，磕了磕了。安以诺接连2天没看见我，心里面有种空落落的感觉。看见我的账号有新视频推送，连忙点进去看，原本还看得津津有味，直到看见我和宋婉柔双人共奏的时候，面色骤然黑了下来。难怪2天没来上课，原来是家人陪伴。呵呵，安以诺握了握拳，忽然一阵泄气。他现在在这里生气，能以怎样的身份生气呢？宋墨的讨厌鬼同学，胁迫宋墨的暴力女，好像他安以诺在宋墨的眼中就没有好一点的形象，烦死了。宋墨就是一个王八蛋。而此时林薇薇也刷到我的视频，不错嘛，小模样是姐姐喜欢的样子，心里面盘算着该找个什么由头去接近我，要合理恰当，不能引起对方怀疑的。他还想再听听我的心声，要是能了解到未来的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好了。上次听到宋墨说自己竟然甘愿成为晨曦的后宫团，怎么可能？那晨曦是优秀到堪比爱因斯坦了吗？自己又不是一个恋爱脑。另一边冷氏集团办公室，冷晚秋正在看文件，秘书拿着资料在汇报。冷总，您之前叫我调查的那个人有新消息了。冷晚秋微微皱眉，那个人魔都宋家的宋墨，宋家毕竟有着100亿的体量，冷晚秋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头疼怎么拿捏宋家。可是毕竟魔都不是京城，他来魔都是来发展是来赚钱的，和地头蛇斗只会惹得一身骚。冷晚秋按了按太阳穴，在没有站稳跟脚之前，暂时只针对宋墨本人给晨曦出气就好了。他接过助理递过来的手机，看完快手上面的视频之后，冷晚秋若有所思。宋墨是想要进军自媒体行业吗？开始做账号了，还是单纯的只是富家少爷想要炫耀一下？不管怎样，他只需要站在宋墨的对立面就可以了。当即吩咐道：“我记得我们冷氏集团旗下好像是有几个自媒体平台公司来着的，帮我联系一下。网络公司不受到地域的限制，而网络上抹黑一个人也完全不需要证据。”冷晚秋嘴上噙着一丝冷笑：“宋墨，说起来还要多谢你了，不然我都想不到这点呢。”